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教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Nubia Z50S Pro 的测评啊。它这个包装盒搞了一个相机的造型啊，横向拿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由于我们拿到的太早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量产包装啊。就比如说它现在还是这个 Z50，并没有写 S Pro， 在侧边是写上了 S Pro， 然后我们这台官方名字叫做黑咖。数据线80瓦的 C 口充电器，透明保护盒，质感还是不错的啊。它没有4周的保护，然后后背呢带了一个挂绳孔啊，更加呼应一下相机的这个造型。ID 上首先改变最大的就是这个超大号的镜头模组，而且它的凸起也是非常多的。它在凸起的边缘上呢，还做了一些红色的，有点类似于螺丝纹这样的处理，就感觉好像是有镜头可以拧上去一样啊，其实是不行的啊，就是非常仿相机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它也是一个横向的设计，包括努比亚自己的这个 logo。官方说法呢，它是把这个玻璃啊给努力做得像小牛皮，就是类似于荔枝纹那样的处理啊，但其实它还是一个玻璃材质，摸上去的时候确实挺有牛皮的那种感觉的。估计有人一开始跟我一个想法，就是不如就直接搞一个素皮的不就完事儿了吗？搞这么复杂。它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既模拟了皮质的感觉，然后又不会那么不耐磨啊，因为素皮或者说小牛皮用时间长了，这个痕迹感会非常的严重。然后左侧边这一条呢是做了一个 AG 的处理，所以横向握持的时候，卡片机的这种感觉是相当浓厚的。ID 上面它还点缀了不少红色，比如说电源按键还有自定义按键的这个小红点儿，包括镜头里边的一些元素。录制当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一台白色的版本啊，这个后盖有点像岩石的那种质感啊，这个摸起来手感还是挺不错的。镜头模组的部分也同步做成了白色，它这一圈的点缀啊，做成了五光十色的白。直角边框的设计，然后这台机器也是可以立在这儿了。为了减少你的割手感，它前后左右都做了那种角度非常非常小的圆弧处理，但其实拿在手里，这个内掌心还是有点顶手啊，但是不会有那种拉手的感觉。然后点亮屏幕正面啊，这个视觉观感上面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做到了两边等宽，就是顶部和两侧是一个尺寸，这下巴稍微的宽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它顶部的内外耳角也是相同的，就看起来更加和谐。这块屏幕也是老朋友了啊，这个 BOE 的 Q9 1.5K 的屏幕，基础配置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 6.78， 然后支持2160赫兹的 PWM 调光，它也支持 DC 调光啊，但是你得在开发者选项里面打开。整机呢是 8.6毫米228克啊，说实话呢并没有那么的轻薄，主要就是它的上方镜头模组确实做的比较大。努比亚的机械这几年我们是一路测评过来的，对它的影像是非常了解的。它的主镜焦段是等效35毫米啊，算是自己的一个独辟蹊径吧啊，自己专门选择的一个影像路线。目前的主流主镜就比如说这些1英寸大底的它基本上都是等效23的也就是说要 1.5 倍才和它的这个35差不多是相同的画幅，也就是你默认一打开会感觉更近一点。这次 Z50S 的主镜呢是 MX800， 你一听这个要超越1英寸，但是它的光圈这次做的相当大啊，这个达到了 f1.59， 一切看实拍。既然是35焦段，我们肯定先要体验的就是努比亚的人文街拍啊！但是最近武汉又是阴天啊，这个每一次样张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啊，感觉都可以叫我们武汉萧敬腾了。35的优点呢也讲过几次了啊，就是可以很好的凸显主体，同时呢还能保留一定的环境啊，搭配黑白滤镜的时候尤其有老式相机的味道。努比亚这次在这个模式下新增了2种不同风格、不同尺寸的银盐效果，老胶片机的那种感觉更加浓郁啊，搭配不同风格的滤镜也可以打造出不同的效果。努比亚之前说的这超越1英寸更大的通光孔径带来更多的这个进光量，表现怎么样啊？我们直接看对比，在光线还可以的白天下，对比1英寸底的小米13 Pro 然后再加上 iPhone 14 Pro Max， 其实猛的一看啊，区别并不算大。主要的区别呢在色彩表现上，比如说这组红色的塑料凳，努比亚的颜色呢确实相对更还原一些，没有其他2家那么过饱和的问题。不过努比亚这张曝光偏高啊，对比度又相对较低，所以导致这照片看起来有些许翻白，在拍摄这种植物的时候就比较吃亏
OK 了，可以手动降低一些曝光。在室内环境下，努比亚稍高一些的曝光可以更好的保留暗部的细节，比如说这组玩偶的面部色彩啊，这个保留的就 OK。这组夜晚店铺门口，你注意看它后面墙面的细节啊，表现的就更好一些。同时，店铺灯箱上的自排细节呢，也要更清楚一点。晚上拍摄天空的时候啊，这个纯净度表现也 OK。而在更暗的场景里面，比如说这种路灯环境，努比亚对于灯光的处理呢，这个版本也挺到位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光晕问题。只是在拍摄霓虹灯牌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前版本的问题啊，它处理的反而还稍弱一些啊，有些许泛白。总体而言啊，努比亚这颗35的主镜表现确实还不错啊。一开始我以为是噱头比较足，相比于主流的等效23毫米呢，其实它不能直接对比啊，是有不同的视角和自己的这个特点吧。在某些场景下呢，确实和现在的1英寸大底啊，可以打个有来有回。在体验的周期里面，我们很多小伙伴呢，确实挺喜欢这35焦端拍摄的，毕竟平时都是工作生活拍固体物的场景比较多啊，用23的话呢，得手动拉一下画面。但同样的啊，对比于主流23毫米，这颗35的主摄呢，也确实更加难驾驭一些。其实每次我们都会在视频中讲这句话，如果你之前用惯了23，突然切换到这颗35，需要更长的上手时间来适应。但如果你喜欢35的视角和复古风格，这台机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性能配置方面给大家打出来，这个核心跟红魔一样，也是8阵2领先版啊，3.36G 赫兹，它12加上256是它的起步款啊，这个内存还是挺大的，它是8x4的组合，UFS 4.0，但是它12加上 1T 和16加上 1T 的啊，这个 1T 采用的是 UFS 3.1。电池方面呢，确实不小啊，5100毫安时，我们数据库走起。数据库表现方面，娱乐图跑分接近162万分，作为领先版啊，这个跑分啊有点偏低。Geekbench 6.1的实测，努比亚是2100加，多核是5600加，单核确实比 3.2G 要高一些啊，多核差距就不大了。3D Mark Wildlife 稳定性测试，峰值呢可以跑到14700多分，比920 Plus 要稍弱一些，但稳定性啊达到了96.3%啊，比这920 Plus 要好不少了。大家可以把稳这个字打在公屏上。游戏实测王者高清120不出意外的一条直线啊，而且波动非常小啊，游戏体验也很流畅啊。我们单看功耗啊，4.2瓦，稍高一些。小白资本数据库3.5原神测试啊，对，我们已经更新到3.5，不过大的框架没有改啊，是一个中期的调优啊。具体的这个公告呢，之前我们也发过，如果小伙伴没看过的，可以暂停看一下啊，都是一些测试过程中的细节优化啊，更加公平一些。努比亚 Z50S 全程几乎一条直线啊，平均帧率60啊，波动啊，注意仅有1.1啊。从曲线上来看，确实比其他手机要稳定不少，有这么相对流畅的表现，功耗呢自然也要更加高一些，来到了6.1瓦，这最高温度呢是44.8摄氏度。注意听啊，方案1是略微掉帧换来更低一些的功耗，方案2是努比亚这种满帧，但是功耗要高一些。1和2，你倾向于哪种策略？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因为打开这期视频的人应该都是对努比亚有关注的人。作为一台8阵2领先版的非游戏直板机，高负载星铁表现如何？我们数据库3.5也实测了啊，3、2、1，亮曲线啊，相当牛啊！毕竟前面有这个红魔打样啊，这努比亚呢直接来到了55.7帧，前面基本可以稳住60啊。最后这一部分呢，我们之前说过，长乐天这个环节确实压力很大啊，这个循环跑超高负载啊，顶不住，估计是温控限制了。毕竟它的最高温呢已经接近50了，但是很顶的是它全程没有降亮度，最后整机功耗呢自然也达到了8.6瓦，性能释放是相当激进的啊！大家把狂暴调教，大家把猛打在公屏上。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用时109秒，在整个数据库中排名中等。测试过程中呢，也有预加载的情况。续航方面，5100毫安时电池，实测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2%，数据库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8%，极限续航测试直到关机啊，这台机器总共坚持了5小时46分钟啊，算是完美继承了 Z40S Pro 的续航基因。这数据库排名都是一模一样的。充电方面，80瓦实测5分钟，充入21%，前台100%，用时33分钟，完全充满用时47分钟。性能部分简单总结啊，在游戏体验上，努比亚的帧率确实是稳啊，毕竟有红魔的条件在前面打样啊。无论是王者、原神啊，波动都非常小啊，体验都很流畅啊。星铁呢也跑出了除红魔以外的最高帧率啊，毕竟它没有主动散热嘛，性能释放很有红魔那味儿。续航方面，估计有小伙伴会说拉啊，但是你注意它的性能释放，在这个表现下也接近了6个小时，我觉得也算 OK 了吧。细节配置方面呢，它的顶部边框上也是带红外的，然后也做了扬声器专门的开孔。指纹方面，它是一个短焦的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尺寸、这个重量来说呢，还是靠下，但是解锁上呢是没什么太多问题的，在全黑屏下呢，直接往这一按就 OK 了。扬声器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还有 External 马达，然后底部的这个 Type-C 接口呢也是 USB 3.1的。OK， 先听大家的，满分10分的话，你给 Z50S Pro 这次打几分？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努比亚在影像探索这条路上，其实一直都有一些独特的思考方式。从最早年那个拍星星啊、拍星轨啊，然后到现在这个等效35啊，它玩的东西都跟这个主流不太一样。在前代几次视频中呢，其实我们都跟大家聊过啊，等效35呢是需要适应一下的它确实和你之前接触的这等效23的机器，这相机拿起来那个感受都不是特别一样，就感觉特别近。但一旦你适应这个默认的焦段之后因为大部分大家都是拿出来相机直接随手拍嘛确实会让你拍的东西和朋友圈里边或者说微博上发的那些你朋友拍的会有一些不一样。OK，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免费对比这期片子做的是非常非常紧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兄弟们记得点波赞，特别感谢。播完这篇，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